好，各位，今天直播就这么快速的开始啦。来，今天的这个进场诗很简单，我们要先跟各位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各位晚安，我是朱学恒，今天讲全世界最贵的一条法律缝隙，同一块磁铁拆得下来叫走私，拆不下来就是合法。两个富士电机的日本人呢，踩到了这一条线，5月在大连被抓，30天之后，中国商务部把他们的犯罪手法一字不改的写进新法条，因为原来是一个漏洞，但现在就不是漏洞啦。今天是2026年8月3日，那我们能够看到的趋势是，稀土已经变成全世界一定都要的东西了。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样子的样态呢，在全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的管制，跟什么样子的走私路线。我们充分看到有这种无知愚蠢的网友说，轮到你烦恼吗？那是你蠢啊，孩子！你如果没有稀土的台湾的中小企业、高科技业，除了台积电之外，大概全部都要完蛋啊！他妈，我怎么不烦恼？我当然要烦恼。你蠢，你不需要烦恼，但我们比较有读书，我们当然烦恼。一词暗牵马达枪，拆得下来便是脏。昔日红泥见如土，今朝铁网密于霜。客卿毒水流千里，泰国无矿出万乡。莫问谁家手最近，秤盘两端谁先尝。所以我们要讲的清楚的一点是，这个局势越变越严重了，而且严重的状况到许多人甘冒被抓被关也要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跟各位讲，2026年5月18日，辽宁大连，一个日本人被中国海关带走，他是富士电机集团中国当地法人的高阶管理员哦，不是一般基层员工哦，他在大连工作。7天之后呢，5月25号，第二个日本人被带走，这位是从日本飞过来出差的。日本外务省后来说，这2个人是因为同一起事件被拘留的。到了6月中下旬了，2个人从拘留变成正式逮捕。罪名7个字：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这个罪名，我先把中国的司法程序讲清楚，因为这关系到这2个人接下来要在里面待多久。拘留之后37天内决定要不要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呢，到检察机关决定要不要起诉为止，最长羁押7个月。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心里 OS 应该是，那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共同社，日本的共同社挖出来的答案，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看过最精巧、最荒谬的一个手法。
他们把受出口管制的稀土磁铁塞进电机组合里面。那台湾呢？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遇过这个状况？而且我跟你讲，它不是走私把毒品塞进行李箱那种塞，是工程意义上的嵌入，那个磁铁的体变成那一台电机的一部分。报关的时候报的是电机哦，他不是说我要走私稀土磁体哦。电机不在管制清单上，磁体才在，也就是那个永磁铁啊。整台机器出口到日本，抵达之后把磁体拆下来，听起来很聪明，对不对？问题出在4个字啦，可拆卸状态。我跟你讲，这条规则有多妙，业界的认知是这样子。如果你把稀土磁体呢加工成拿不出来，真的焊死、灌胶、喷固定剂，变成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那不是出口管制的对象，合法。但如果你加工成拿得出来的状态，那就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哦。同一块磁铁、同一台电机、同一份报关单，拆得下来叫走私，拆不下来是合法。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你有没有打算把它拿出来。有的话，连高阶法人代表都被抓呀。各位，这就是一条意图的界限被写成了一条物理的界限。海关讲得很明，我不需要证明有没有犯意。海关只要拿螺丝起子试试看，这个东西拆不拆得开？拆得开。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规则的时候，觉得干真有道理耶，但有点好笑。笑完之后，我觉得背脊发凉，因为这代表在这一条产业链上面，合规跟违法的距离就是一个螺丝、一个焊接点跟一个灌胶。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们家里冷气的压缩机、电动车的马达、硬碟里面的音圈马达转的那个东西，耳机里面的驱动单元都有这种东西。那它们不是什么神秘超高科技的物质，它们是什么？铝铁硼永磁体，一种黑黑的，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金属块，而全世界的工业现在被这块金属块掐着脖子不能动。而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要从这颗螺丝开始。一路拆到缅甸的山坡、泰国的冶炼厂、美国的 F-16机棚、江西的红土矿坑，最后回到台湾的工厂。先把这个案子的官方记录摆好。6月2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在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件事情。他说，2个人分别在5月18号到5月25号被拘留。中国海关在拘捕隔天就通知了日本驻外使馆。他说，政府会持续跟被拘留者以及相关人员保持联系，从保护日本国民的角度做出适当的应对。他基于案件仍在调查中，以及保护隐私理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回应是，2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日方应该教育在华日本公民跟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富士电机怎么回应？富士电机说：“不予置评 ，no comment， 不予置评，因为相关资讯不是我们发布的，没有办法评论。”所以在听直播的各位，一家上市公司的中国法人高管被抓了1个多月，公司对外的说法是不予置评的。这句话本身就是资讯，他告诉你这件事情敏感到公司连一句安抚股东的话都不敢讲。还有一件事必须要讲清楚，因为这是本集的第一个事实纪律。刚才这个富士山下这一位网友有讲，这个案子在中文网络上有一个版本，说富士电机把磁铁拆完之后，又把剩下的零件运回中国。网友说：“嗨呀，你怕大家找不到证据？”但是很抱歉，这个东西第一个逻辑上不合理，你就运去，你把它送回来吗？是把罪证送给海关吗？但是我查了，共同社、读卖新闻、日经新闻、Japan Times、明报全部都没有这一段，所以我今天不用这个梗，
因为这个梗在逻辑上本身也无法建立。乳铁硼是银色的，它不氧化是吧？我再查一下，奇怪了，来，没关系，所以我今天不用这个梗，因为这个梗很好笑，但它没来源，而且方向是反的。这个案子指控的又不是你把东西送回中国去，所以这一章的结论很简单，这不是一起单纯的走私案，这是全球稀土管制体系第一次用刑事起诉的方式打在一家外国企业的员工身上。他之所以能够成立，靠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国安理论，靠的是一句话：你这块磁铁拆得下来。所以呀，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至于我们有一个网友一直在那边讲丢核弹，丢核弹，我建议你去看医生，这是躁郁症的前兆哦。因为什么样子的智障会觉得可以每天丢核弹？但有病是不是？来，对，牙说的没错啦，音响喇叭扩大器里面就有这个东西，这不是什么高科技。那个富士山下邱小姐说，我们公司采购的都是银色的乳铁硼。等一下，我也问一下。但我要跟大家讲啊，我认为有可能氧化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黑色，但没关系，我查一下。哦，ZK 蔡说的没错，他查的比我还快。ZK 蔡这个虽然身为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但是他查的数字是很快，所以因为在没有电镀的时候，女铁硼，不好意思，这个字是女哦，不是儒哦，这个儒我就念儒了，但这个字是女。我上次就被人家骂说，干你把儒跟女两个东西搞混了。女铁硼的磁铁本身是黑灰色的，黑灰色不是纯银也不是纯黑，因为你看到的可能都是电镀了，电镀就变银色的，对不对？但是它原先的状况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亮银色，就是邱小姐买的，那它的原因是因为镀镍，因为防止氧化。那黑色是环氧树脂的镀层，那就是这样子。好，简单，不要为了这个东西解释那么多。那我先来讲一下，各位今天的斗内呢，如果斗内达标，我们8月8日就会做一集父亲节的专辑呀。它是人类史上最不值钱的节日，最不受感谢的主角。最没有销售量的一个没有放假的日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前一阵很好笑，那个台湾高铁啊，每年母亲节都会推出疏运方案，结果今天网络上就问啊，为什么父亲节没有？网友就讲说，因为没有人要特别坐高铁回去看你爸爸呀。好，所以总之，如果各位可以抖内的话，就继续往下看，好不好？来，我们再说。这个谢谢斗内坏掉的龙龙九说，请支持弹跳炸弹单人阿鲁巴老猪并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助打击，谢谢。这个龙龙九最近辛苦啦，希望你们的这个案件可以顺利解决。那总之人有良知很困难，但希望你可以解决面对的问题。石油标枪说到了，朱家一说在教招前抖内一下，你也真是。还会教招，好不好？这个就这样。来，我们不管一般人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辩解，说什么这个是没女儿的哀怨，爸爸的抱怨，就是没有父亲节疏运专案，没有人在父亲节要坐高铁，这个是铁铮铮的事实。甚至我记得父亲节的商品打折之后，销售量是母亲节的1/7啊！好，来讲完了哦。我们置顶的产品有那个酷泰科的行动电源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我想想看啊，乱世魔羊，谢谢你的抖内。各位在抖音上面呢，许久没见，因为我被抖音封了20天。
所以这个最近才刚回来，那请大家多多支持哦，好吧？那这个也谢谢 Lotus 的小小贴图抖内，来，好，我们要进下一章了。你看这个，我们先讲，现在走势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一个公司驻中的高阶法人代表偷走私磁铁被抓，你觉得这个严不严重？刚还有一个智障说啊，妈一点也不严重啊，不了不起啊，那你智障嘛，我们怎么救你呢？我们救不了你啊。那接下来要讲这件事情，那两个日本人不是6月中下旬被正式逮捕的吗？2026年6月2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6号公告，7月1号这份公告正式施行。公告的内容是什么？建立一套战略矿产出口管制的举报机制，鼓励组织和个人举报涉嫌违规的行为并且列出了13类可以举报的行为清单。我念其中2条给各位听。第4款，以改造、拆分为部件或者组件等方式，规避许可出口战略矿产相关的两用物资、军民两用物资。第5款，通过绕道第三国或地区规避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有关规定。各位听了有没有觉得很刺激啊？第4款就是富士电机那2个人被指控的手法一字不差，从被抓到被写进法条中间隔了1个月，这叫什么？这叫个案立法。你先抓一个人，把他手法研究透，然后想说，哎呀，对吼，可以这样做，然后把那个手法变成成文规则，昭告天下。我知道你们在干嘛了，从今天起看到的人可以来检举。我跟你讲，这一步棋在制度设计上有多狠。过去进出口管制是什么？海关在关口拦得到就拦得到，拦不到就过去了。中国自己吃过这个亏啦。等一下第5章我们会讲到，他们吃过非常非常大的亏。现在变成什么？全社会都一起协力看这件事情。你的报关行知道，你的货代知道你在干嘛，你工厂里负责装配那台电机的作业员知道，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知道。日本电视台在7月2号爆料说，富士电机这个案子里面有多名中国籍人员涉嫌协助，被调查对象超过10人，包括了办理出口的中介业者。我要提醒各位啊，这一条是日本电视台的单一来源报道，中方没有证实，我把它放在这里不是当定案，是当一个观察点。如果最后证实真的有内部协助者，那这个案子就不只是日本人在中国犯法，而是这条产业链上游下游都有人在钻漏洞。那所以外贼好防，家贼难防啊。这是中国自媒体当时的形容。再看看整条法规演进的路，这条路走了6年哦，一级一级往上爬。你看我们这个动画就知道了。那这6年是什么？第一个，2020年12月1号，出口管制法施行，确立清单管理制度。2023年的加者石墨相继纳管。2024年12月1号，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与统一的管制清单施行。2天后，约12月3号，中国宣布禁止 T 加者对美出口，这是回应美国对中国晶片业的打压。2025年2月4号第10号公告，乌地闭木因纳管。2025年4月4号第18号公告，这一份最重要，山札特敌硫航乙7类中重稀土以及相关的永磁材料全部纳入出口许可制。各位记住这个4月4号，因为后面所有的暂停休兵都没有暂停这一份，因为它太重要了，不能暂停。
那所以呢？所以那才是关键。2025年10月9号第61、第62号公告，管制范围再扩大，新增有火、钨、锚、铱5类中重稀土金属。靠，这个他妈好难念啊！还有稀土相关的技术也纳管，也就是包含了山钴、铝铁硼跟视磁体的制造技术。同时引进的域外管辖，域外管辖这一条叫做0.1%条款。我用白话讲，只要有一件产品是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外做，里面还有源自中国的稀土成分，价值占到产品总价的1/1000以上，那这家外国公司要出口这个产品，就得先向中国商务部申请许可1/1000。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手上的手机，你公司的伺服器，你们家的电动车，有多少东西可以确定里面的中国稀土成分低于1/1000？这一招美国人熟不熟悉？太熟悉了，这就是美国的 FDPR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镜像版 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美国拿这一招不准台积电卖晶片给中国，中国现在拿同一招反手打回去。不过这里要讲一句公道话，也是本集的事实查核纪律。2025年11月7号，中国商务部发布第70号公告，把10月9号那批公告全部暂停实施到2026年11月10号。这是对等美方暂停 BIS 穿透性规则的休兵动作。所以现在是什么？0.1%的域外规则跟技术管制处于暂停状态，但是2025年那份中重稀土许可制从来没有暂停过，所以现在还是全球缺，拿不到。各位，你们要记住这个关键。谈判桌上让掉的是后来加码那些，没有让掉的是最早也最核心的那一张牌。2026年1月1号，新版的两用物项跟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上路，把山楂、特乙等稀土相关产品又进一步列明。2026年1月6号，中国宣布加强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出口，涵盖7类稀土。起因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台海发表的强硬表态。2026年3月31号，国务院令第834号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中国第一部专门的供应链安全法规，把出口管制、反制措施、资料安全义务、投资审查全部整合到一个国家安全框架底下。然后就是6月24号第26号公告，7月1日施行，还有6月29日的第27、28号公告，把防卫研究所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再把三井、ENS 等20家厂商列入关注名单，加上2月那一轮累计管控名单有40家，关注名单40家。中方的官方说法是要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从2026年从2020年到2026年6年，这条线从来没有往回走过，中间有暂停、有休兵、有川习会，但每一次暂停的都是最新加码那一层，底下的地基一层都没有减少。这就是我今天要送给各位的第一个判断。当局说暂停实施的时候，你要问的不是暂停了什么，是没有暂停什么。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是稀土管制在2026年已经从边境拦截升级成全民举报加域外管辖，它不再是海关的事，它是一整套社会动员。而富士电机那2个人
最大的不幸是他们站在制度升级那门槛上，他们的案子变成规则本身。所以呀，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最近跟网友在讨论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种东西要不要回应呢？就有一个妈不知道哪里来的，也不是什么知名网友，妈还是一个这个日本，他名字叫什么什么 Sakura。然后他跟我讲说，我一听你说《经济学人》这本刊物相当可信，路透社也可信，我就知道你不可信。我想说，你他妈你哪位呀？你他妈一个路边的屁民，然后你告诉我说我不该参考一个杂志一个报道，那我同时都做双元查证然后你他妈一个屁民跟我讲说，我认为《经济学人》不可信，干拿出证据来啊！每天都遇到这种瞎鸡巴讲的内容，我都想说，你他妈哪位啊？你这位 Sakura 女士，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Sakura 这个算了，不要多解释。就是你讲这个东西，你好歹给我一个对应的东西，譬如说，你不相信经济学人，你相信 Financial Times，你不相信路透社，你相信美联社。你相信共同社，你相信读卖新闻都好，你他妈就跟我讲说我不相信，你能力太差。我想说好，你好，回家去读法轮大法好，这个摆明就是妈跟法轮功一模一样的信徒啊！赶快去找李洪志念你的法轮大法啦！真笑死人！妈的，你当我是妈出生之犊，我不懂得多元查证哦。路透的消息跟 Financial Times 的消息有相互支援的，好，随便了，我就继续往下讲。那来，我们到了第2章，你知道稀土要偷渡呢？要偷渡什么东西？怎么偷渡？讲完了法条，我们来看看真实世界里面人是怎么干的。等等，我忘了念斗内，来，我要念一下斗内啊。这个 Simon 说，我爸都走了13年，我完全忘记父亲节是什么模样。很多时候，以现在的不孝子女而言，你爸爸不用死，你父亲节也不知道什么模样。坏掉龙九说，超哥斗内稀土不算什么，沙子才叫牛逼，已经稳居走私第3了，年规模好像有3000亿美金以上。他的问题是运输跟单价啦。不像稀土跟 GPU 比毒品还贵啊！这个龙九说目前见识办事，好，请你多多加油。那乙最近也是这个遇到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好不好？这个做人行得正，坐得稳，有时候你不能避免有一些宵小之徒，那没办法，好不好？来，谢明峰说，跟上父亲节，天天都在过啦。还好大儿子今年送了一只手表，有点欣慰啦。但他没有问你缺不缺手表，对不对？好，对不起，我不要再多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们也不会写卡片给我。我们置顶有那个酷泰哥的行动电源，还有书，还有红奈米蜂蜜。红奈米蜂蜜你们会晚一点收到，我们会晚一点寄，集齐领了就是好。来，我们来看看现实世界里面走私稀土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干的。我发现我的脸书在我讲到第2章之后，我现在才记得按下开始直播。好吧，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妙。来，我们继续往下讲。这个实际上怎么做？2025年7月18号，中国国家安全部透过官方管道发布了一份通报，标题大意是境外间谍利用寄递手段窃取我国稀土。这份通报呢，我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完整的一份稀土走私方法报告。好，谢谢中山的顺子斗内。中山顺子说，感谢您天天做直播，看这真的很辛苦，但是尽量吧。但是最近我在考虑要不要有几天调到一早起床就做直播，然后我整天就没事了。好，先这样子，谢谢你。
抖内，我们就尽量天天做。来，当然这个境外间谍这个描述是官方叙事，归因的部分什么原因，我们等下再处理。光是商业模式就够了，手法本身的描述是非常具体的。国安部呢说，手法分成2大类，第一类叫做伪报品名，瞒天过海。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高纯度的稀土申报成别的东西，把敌特这种顶级中重稀土报成铁合金粉末、镍粉，身价瞬间掉了数百倍，或者报成什么汉锡膏，就这个东西。那或者干脆伪造技术指标跟成分含量。把高纯度的稀土呢申报成别的东西，就是说啊，我这个是低纯度啦，妈1%纯度而已。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一个货柜里面装的东西，报单上写的是廉价的工业粉末，实际上是全世界最贵的几种金属之一。海关要怎么查？他要开箱取样、送检、验成分。一个港口一天过几万个柜，你验得完吗？你验不完呐。所以这一招管用，就是那个蚂蚁雄兵，哗，弄个几万柜。好，第二类叫做夹带私货、偷梁换柱。看国安部是很喜欢这个作对吟诗，是不是？好，这一类就精彩了。他们把稀土粉末呢搅一搅，混进那个瓷砖的原料里面，灌进塑胶模特儿，就是我们涂上了这个示意图，塑胶模特儿的空心躯干里面，但太重了，然后灌进矿泉水瓶里面，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在报单上面写合金配件、机械零件，这种模糊到不能再模糊的标签出境。各位，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脑袋里浮出来的画面是一整柜的白色人体模型啊，站得整整齐齐，肚子里全是灰白色的粉末。看，这他妈是什么行为艺术啊？还有更土法炼钢的，有报道引述说，不是情趣娃娃啦，一级嘴炮技术师就是这样子。来，这个走私团伙呢，把稀土拆分成几百个5公斤的小包，贴上电子元器件的标签，用快递寄过去，搞不好还用顺丰嘞，一次5公斤，一次5公斤，寄100次就是500公斤。这个手法在两岸有个很传神的名字，叫做蚂蚁搬家。蚂蚁搬家就这么简单。我必须要特别标注一下，5公斤小包裹这一段呢，是腾讯新闻平台的报道原文，不在国安部通报的原文里面哦。也就是国安部不知道为什么没讲这一条，所以我把它当成业界描述，不当成官方的认证的案例。那国安部的原文还说了什么？他说，境外一些机构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透过第三国迂回拉拢中国的技术专家跟团队，为其服务，转移中国稀土开采、分离等前端的出口管控技术。他还描述了某国一个重点领域承包商的操作，一方面更换包装，伪造非中国原产的标签，把货转口偷运回自己国家；另外一方面又虚报含量伪报品名、快递小包，多次少量更换运输管道等方式规避。好了，我们现在要处理到底为什么归因的问题哦，这是本集的第2个事实纪律。国安部的这份通报呢，把所有这些手法归因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及其代理人。手法我相信，但是这个归因呢，没有办法佐证嘛。我知道听起来很刺激，但我怎么知道对方是境外间谍，还是一群想要赚钱的小朋友？为什么？因为通报里面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可以独立查证的被告姓名、案号、判决结果。
没有人被公开审判，没有判决书可以查。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知道有人会说那是国安案件，本来就不会公开，没错，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啊。一份无法被独立查证的指控，我们可以报道说它被公布出来，但我们不能报道说它被证实，好不好？我都这么小心了，还有一堆傻逼来说啊，因为你相信《经济学人》，你的可信度很差，随便你啊，他妈，不然我要相信你。来，有没有可以查证的部分？其实有的，其实有的。2025年5月9号啊，国家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办公室在深圳召开会议，组织商务部、国安部、国家安全部、公安部、海关总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邮政局等部门部署打击战略矿产走私出口的专项行动。看这个部门名单，你知道，商务部管许可，海关管关口，公安管抓人，国安管情报，最高法、最高检管判，邮政管什么？管快递啦，拉进来的啦。一个国家把邮政部门拉进打击走私的协调机制里面，这件事本身就告诉你，蚂蚁搬家这一招真的很有效。还有，我有在中文媒体上看到过很多次的细节。是什么？深圳查获25吨的铝铁铜、磁铁或者合金。我去翻了国安部通告的原文啊，这是媒体转述，他把国安部通告跟他讲这个东西加上去的。所以今天我不把这个25吨当成定案的数字。而且我跟你讲，以前有很多是内部倒卖赚钱，对，就像那个翁达翠讲的。可是现在因为国家越管越严，干你内部倒卖赚钱，有钱赚没命花呀。所以现在走私稀土已经一路被拉到国安部门的高度了。在座的各位，就算你有管到，我建议你不要试。国安法一弄你个10-20年啊！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份守法目录跟毒品走私的守法目录几乎是一样的，伪报品名、夹带藏匿、化整为零、多批少量、更换路线、洗产地，差别在哪？差别在于毒品是竞品，稀土是工业原料，全世界90%的产能在一个国家手上，而这个国家决定要管的时候，其他所有人只剩下2条路：排队申请许可，或者走地下管道。这一章的结论是一种材料的管制越严，它的走私手法就越像毒品。国安部这份目录价值不在于它揭露了什么阴谋，而是它从反面证明了一件事情：当合法管道慢到不能用的时候，需求不会消失，需求只会换一条路走，而那条路会越走越脏。所以我要讲的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现在有重罪了，建议各位不要随便乱来。好 ，K 的好久不见，K 的抖音上面又来了，酱板鸭也谢谢你的抖内。K 的每次来都会分享直播，谢谢。中山的顺子也送了贴图来，我继续念一下今天的抖内啊。信虚猫头鹰说：“朱大晚上好，赶上直播，先抖内一下。今天收到数起密了，谢朱大。上海那网友住在静安区那网友，你就快要收到你的鸭脚木了。我花了3倍售价的钱，拼死也要寄到。我希望你赶快收到，回报一下好吗？而且上一罐破掉鸭脚木，麻烦挖一挖还可以吃哦。那个东西绝不是骗你，它没有脏也不会坏。那个 Nilens， 谢谢你的芒果刨丁，然后 Violence 也谢谢你的抖内。不是我跟你讲，你说钱到位就够，但是你要不要为了你这些钱去卖你的命呢？一关20年呢？
干，你儿子都生小孩，让你变成爷爷了，你觉得划不划算？我不知道，也许他寄到他公司啊，妈不要问我，蜂蜜也不要拿来做走私，他妈这么容易摔破，干怎么做走私啊？所以还是一样讲一下啊，今天投票也要投啊，就是你觉得没有稀土，台湾产业可以活吗？目前32%的人投，我们可以活，因为我们有石板民夫跟日本大哥哥就好，但日本现在也缺稀土哦。然后20%的人说没有关系，只要卤肉饭做出来就好。那48%人说不行，因为现在没被封锁门校，以后就难了，好吧？各位记得要投票啊。有网友我是顺子说，感觉 TikTok 画面真实，那干他妈其他画面是假的，是不是？不是，McKinsey 说什么以破为理由拼命记，干你到第三次再破，就叫一个杀手去面交了，你当面打开，如果还破，就直接把你脑袋打破啊！不要小看一罐蜂蜜可以造成的杀意。来，第三章讲什么？泰国没有矿哦，就为什么泰国开始出稀土呢？来，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下，这真的很奇妙。我们把镜头从中国拉出来，看看货出去之后去了哪里。2024年12月3号，中国宣布进口 T 加锗对美国出口，对不对？T 是什么呢？T 是用在电池晶片阻燃剂上的金属，你可能没听过它，你不是工业界用不到，但你身上的东西大概至少有3样含它。禁令下来之后，照理说美国应该买不到中国的 T 了吧，对不对？结果2025年7月10号，路透社丢了一篇调查报道，我把数字念给各位听。美国海关的数据是什么？2024年12月到2025年4月，短短5个月，美国忽然之间从泰国跟墨西哥进口了3834公吨的氧化锑。这个数字比前面3年加总还要多。同一时间呢，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啊，泰国跟墨西哥跃升为中国锑出口的前3大市场。而在禁令之前的最后一个完整年度，也就是2023年，这2个国家连前10名都排不进去。妈是会炼金术是吧？怎么可能？既没有矿，也没有提炼能力，忽然之间就这样子，搞什么？怎么可能呢？你当然知道答案了，我就不明说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最后一块拼图补上，因为这才是这篇报道最漂亮的地方。顾问公司 RFC and Bryan 的资料了，泰国跟墨西哥这只有一座 T 冶炼厂，一座而已啊！而且墨西哥那一座原来都没有开，是2025年4月才重新启动的。2个国家都没有规模化的锑矿开采呀、没有矿，只有一座冶炼厂，忽然之间变成美国的主要供应来源。我跟你讲，这个在调查报道的技巧上叫做物质守恒定律啦。你不需要抓到任何一个走私犯，你只需要问一句话：这些东西从哪里长出来的？妈，除非会炼金术啊，除非你全家人都是钢之炼金术士，你可以炼出 T 来。答案只有一个嘛，就是从中国来的。
路透还挖到了具体的公司，一家叫做 Thai Uniped Industry 的泰国公司，是中国替生产商 Yongsun Chemicals 的泰国子公司。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5月，这家公司从泰国运了至少3366吨的替产品到美国，总共36份提单，也就是出口了36次。你说多不多？多吧，很多吧。那还用说？那既然这么多呢，那到底是怎么搞成这样的？我也不敢讲，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跟你分析，你就知道这有多扯，就是这么扯啊！来，我们继续讲。我跟你讲，这家公司今年开始也不可能再搞了，再搞嘛，公司大老板要掉脑袋了。跟前一年同期比，他们输出的数字是多少？27倍。路透去联系这家公司，没有得到回应啊。我建议你们不要再这样做了，不然接下来再来敲门的就是国家安全部了。在听直播的各位，这里有一件事情你一定会问：这样合法吗？答案是在美国那一端合法。美国的法律并不禁止这种间接进口。你从泰国买东西，泰国公司卖给你，这是一笔正常的国际贸易。买方要不要去追查这批货的原产地是哪里？法律没有强制，法律没有强制。所以整条产业链是这样子的：中国禁止直接出口到美国，中资企业在泰国设冶炼厂，货从中国出到泰国，在泰国换个包装，换张产地证明，再卖到美国。中国那边算不算走私？算。美国这边算不算违法？不算。一条规则，两条法律待遇，而利润就长在这个缝隙里面。其产地的技术细节也很值得讲。更换包装、伪造非中国原产的标签，利用实质转型规则。什么叫实质转型？这是国际贸易上判别产地的一个标准。如果一批原料在某个国家经过了足够程度的加工，改变了它的本质，那它的原产地就可以算成那个国家。可是你至少要改变50%到70%才行呢。这个规则本来的用意是好的，你不能说台湾用进口的矽晶圆做出来的晶片是别国产品啊。但是当这个规则遇上，我只是把粉末重新溶一次再倒出来的操作，它就变成一个漂白机呀。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3个判断工具。当一个国家的出口数字跟另一个国家的进口数字对不起来的时候，中间那个差额不会消失，它只是换了一本护照。要注意的是，中方官员也已经公开承认转运问题存在，所以这不是片面之词，这是双方都知道，双方都知道。也都在处理的事。还有一件事情，我在这边就处理掉。中文网络上也流传一个说法，叫做印度中间商用高于中国市场价60%的价格疯狂收购，转手一卖，每吨净赚3万美元。但是很抱歉，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爽，听起来很爽。但问题是我查不到贸易数据，也没有具名分析师的评论，没有一手来源，都是在对岸的自媒体上面，而对岸自媒体没有提供来源，所以我不能用啊。所以这个数字本身更重要，就不合常识了，好吗？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缅甸克钦独立军卖给中国买家的稀土金矿，谈定的价格每吨35000人民币，大概4800美元。你告诉我，一个中间商转手可以净赚3万美元，那本金的6倍。所以这一条我们只是告诉你有这个说法，你不要说我查的不够彻底。我今天不用。那这一章的战略结论是，出口管制最诚实的一面就是它从来挡不住需求，挡不住的，它只能改变路径。
而每改变一次路径，价格就往上加一层，透明度就往下掉一层。你以为你在管制敌人，实际上你创造了一个新的产业，专门帮人绕过你的产业。那至于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你知不知道，澳洲的海洛因的价格是美国的8到10倍，而台湾是美国的5倍？为什么？因为运输困难，运输困难。所以 JB 令说：“朱大不要太天真了，走私这么容易。”我跟你讲，我没有说走私困难，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国安部才要加强查缉呀。那至于这样子，大家还要不要冒险？这个就不是我的问题啦。我跟你讲哦，你讲如果从台湾走私稀土出去到外国的话，溯源管理台湾也会被管制哦。你不要说这是新的规范，因为它要救援管制，你最后这个东西如果出现在日本，你就完蛋。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东西啊，要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啊，缅甸克钦邦。我讲实在一点，富贵险中求啊。但是很多时候，你这个富贵，你有命赚，要有命花呀。陈少明，你太天真了，被断供不会影响台湾，反正国外制造好再卖到台湾就是。国外都缺了，都不够了，他妈他给你卖到台湾哦！而且如果国外的那个稀土是中国进口的，你跟他讲说我最后溯源，我最后要卖到台湾，他也可以禁止你，好吧？讲完了，你开心就好，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讲缅甸克钦邦，从中国云南呢往西南走，越过边界就是缅甸的克钦邦。那里有一片山，山上原本是森林，现在山上呢是一格一格的池子，圆形的、椭圆形的，一阶一阶往山下排。池子里的液体呢，就像我后面的这个蓝绿色的或者乳黄色，这些池子叫做进出池。我先解释这个技术，因为你必须知道那些池子里面是什么，才能理解后面的事。这种开采法呢很原始，叫做原地进出，英文叫 in situ leaching。做法是不把矿石挖出来，在山坡上挖一个洞，把硫酸铵、氯化铵这类化学溶液直接灌进山体里面。溶液就是它等于有点像灌肠盖。好，它直接在山体里面溶液在土壤中流动，把附着在粘土上的稀土离子换下来，带着稀土的液体从山脚流出来，收进池子里面，再做后续分离。听起来比炸山挖矿环保，对不对？但是你错了，实际上你把整座山变成化学反应槽啊，那怎么会环保呢？根据中国稀土学会的数据哦，每生产1吨稀土，大约会产生9600到12000立方米的废气，约75立方米的酸性废水，以及大约1吨左右的放射性残渣，合计约2000吨有毒废料。1吨产品有2000吨废料，哎，妈的，有没有搞错？2000倍，哎，超污染，好不好？
这个数字被哈佛国际评论跟 NASA 地球观测站引用过。我说明这估算值哦，不是精密实测，但即使打对折，它仍然是一个1:1000，很可怕的比例耶。现在来看规模，根据缅甸战略跟政策研究所 ISP Myanmar 的统计，经过史丁森中心跟全球见证组织的卫星影像分析佐证，北克钦的活跃稀土矿点，2020年大约有130处，到2024年超过370处，4年接近3倍。光是 Chipwe 这个地方就记录到超过2500个进出池。2017年到2024年，缅甸向中国出口的稀土原料超过29万吨，总值超过420亿美金，其中85%是在2021年军事政变之后产生的。政变之后呢，战争需要钱，那山上有钱呐。接下来这一段是这一集最复杂、最说明问题的一段，有点复杂，你要认真听。2024年10月，克钦独立军简称 KIA 从清军政府的边防军手上夺下了 Chipwe 跟 Pengwa 2个城镇，这2个地方呢是全世界重稀土最集中的产区之一。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关闭边境，云南那一侧的口岸关了，稀土出不去，矿区需要的化学品也进不来，生产停摆。一个当地居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说：“稀土开采全停了，因为我们没有提炼需要的那种化学溶剂跟材料。”然后，2024年12月，在中国昆明，克钦独立军的代表跟中国人民政协的委员开了一场低调的会，之后局势就有了转圜的余地。克钦独立军呢，对出口的稀土金矿征收2%的税，中国买家一开始抵制，但到2025年4月，双方谈定了每吨固定价35000人民币，大约4830美元，外加20%的粮税，给你收啦，给你收，但是你就要负责有效率的往外生产，贸易恢复。史丁森中心估计 ，KIA 一年可以从中获利超过2亿美金。各位停下来想一想一件事情：一个非国家的武装团体跟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坐下来谈判，谈出了一个固定价格加税率的贸易协定。这在国际关系的教科书上叫做事实治理。也就是这一条供应走廊的实际主权呢，不在缅甸中央政府手上，也不完全在中国手上，在一支打了60几年仗的民族武装手上。被打败的那一方是谁？一个叫丁英的人 ，Zakun Tingyin， 他的本身故事就是这一片山的缩影。他原本是克钦独立军的军官，1968年带队出走，并入缅甸共产党。1989年缅共瓦解，他自立门户，成立新民主军克钦。2009年，他的部队成为缅甸第一支转为政府边防军的民族武装，换到的是对克钦邦第一特区的控制权。他靠什么致富？罂粟、木材、稀土。2015年呢，因为选举舞弊被褫夺了上议院的席位。2024年底被 KIA 击败，逃往中国。但他当地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近期还跟军政府官员一起为选举背书。现在讲代价这一段呢，其实很悲惨。原定寄出用的酸性溶液会渗进地下水，会流进河里面。2025年呢，泰国青莱的 Kok 河在雨季来临前变成橘黄色，
泰国方面多轮检测发现砷跟铅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数倍啊。塞河跟湄公河这个支流也测出了砷超标。2026年7月，泰国民间团体到中国驻曼谷大使馆来抗议，要求中国处理 Kok 河、塞河、Rock 河跟湄公河的跨境污染。矿场也会塌哦，不只是有污染而已。2023年6月 ，Panwar 一处矿场崩塌，至少7人死亡，包括2名中国业主，另外有10到17人失踪。2024年6月又有2起，6月4日那一起超过20人死亡，包括了3名中国公民。6月19到21日那一起呢，约50人失踪，寻回超过15具遗体。我们特别把年份分开讲，因为这2年的事故经常被混在一起用，他们是不同的事故，不同的死亡人数，记得不要合并。最后呢，死的是人，砷就是砒霜，没错，是剧毒，重金属剧毒。砷会导致乌角病哦，所以 GRIST 呢 ，GRIST 在2026年7月23号刊出一篇现场报道，记者是 Emily Fishbein 跟 Jorman Now， 由普利兹中心的雨林调查网支持。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哦，报道里叫他 Min， 他付了2000人民币，大概290美元给中介，换到一份工作。工作的内容是修路，月薪3000人民币，大概430美元。他到那里几个星期之后，他弟弟死于山崩。全球见证组织另外记录了2名矿工在接触化学品之后，短时间内因为器官衰竭死亡。其中一个是15岁的少年，他的遗孀看15岁就结婚，他的遗孀说他的内脏都烂掉了，15岁哦。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们今天讲很多亿、很多吨、很多百分比，但是这个供应链的最底层是一个15岁的男孩，跟一个在报道里面没有名字的寡妇。我要说一件在数据上很重要也很残忍的地方，很多报告会说全球2/3的重稀土来自缅甸，正确的说法是按进口值计算，缅甸近年占中国重稀土进口值的60%以上。这是中国进口值，不是全球产量，分母不一样，不能混用。这章的结论是这样子的：全世界都在讲稀土是绿能转型的关键材料，电动车要它，风力发电机要它，减碳要它。而支撑这一切的最上游是一座被化学药剂浇透的山，一条变色的河和一群没有防护装备的年轻人。干净的能源来自最不干净的地方，这不是谁的阴谋，这是等价交换的原型。你要的每一度绿电，每一台电动车都对应的一个池子，差别只在于那个池子不在你家门口。好，接下来就妙了，接下来就妙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讲嘛，就是中国下了禁令。哇，曼巴黑好棒哦！看来朱仙可以再关久一点，也不要，没有要再关久一点。我现在奉公守法，好不好？我现在连骂人都很少了。但是最妙的地方是呢，除了你们看我后面的这一个转运的做法，还要讲以前稀土走私是中国在走私，怪了吧？对不对？怪了。但你各位不知道，我们帮各位做一个分析。我们往回走15年，在听直播的各位，前面4章你看到的是一个把出口管制做到极致的中国，法条、举报机制、域外管辖、刑事起诉、海关拆电机。现在我给各位看看另外一个中国，
2012年6月20日啊，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哦，请注意哦，6月2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叫做《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IIOPJKL 小弟本人在缅甸这边人工真的很便宜，你是不是在卖翡翠啊？缅甸这边能做生意不多辛苦你了。第一次有一个缅甸的网友在这边工作，邱小姐说20分钟前才骂过，我很少骂的，好不好？我没有说我从来不骂。来，官方文件你可以去中国政府网上查到全文，我念里面的一段给各位听。那个 IIOPJKL 说我在养殖，那你要小心哦，因为这些那个矿区污染会渗到地下水，渗到地下水之后，你的那个养殖业、渔检业最好离远一点。我念这一篇文章的全文中的部分给各位听。2006年到2008年，国外海关统计的从中国进口稀土量比中国海关统计的出口量分别高出35%、59%、36%。2011年更是高出1.2倍。各位听懂了吗？外国海关说我们从中国进口了100吨，中国海关说我们只出口了45吨，差额55吨了，去哪里了？没有去哪，它已经出去了。只是中国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拦不住，或者在官方资料上面没有。2011年高出1.2倍啊，意思说走私量是正常出口量的120%，走私比合法的还要多。同一份白皮书还写着，2011年开展打击稀土走私专项行动，共查获稀土走私犯罪案件8起，稀土769吨，抓获走私犯罪嫌疑人23人。8起769吨，估算的走私总量是多少？根据白皮书发布隔天，新浪财经整理的数字，2011年的走私量达到2232万吨，惊人吧？查获769吨呢，实际上有22000多吨。等一下，不是2000多万吨，干。讲错了，不好意思，因为是吨。来，所以查获率大概是多少？3.4%。仰光的地下水导电度可以到6000哦。好了，那应该还开心啦。但是别忘了，那个太干净的纯水鱼也不能浮啊。所以各位，你如果是当年主管这件事的官员，你看到这个数字，你晚上睡得着吗？睡不着而且更荒谬的还在后面。2011年中国稀土出口配额是2.4万吨稀土氧化物，折合实物量大概3万吨，实际出口了多少？1.86万吨的实物量，配额有40%没有用完，配额有40%没有用完。怪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奇怪？中国掐着全球90%以上的供应，结果发觉配额竟然用不完。当时中国稀土学会秘书长马荣章在2012年8月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他说了什么？他说了，2011年海外的稀土进口统计是中国海关出口统计的1.2倍。还有一位业内人士的观察更犀利，他说奇怪的是，配额剩了40%，可是国外没有出现稀土紧缺，而且稀土产品价格从去年以来还跌了70%左右。这说明国外有合法渠道之外的货源，而且规模很大，配额用不完，结果外面价格在跌，见鬼了，对不对？供需之间到底在干嘛？因为市场上的货根本不是从配额那个门出去的。当年业界有个很传神的评语，叫做配额制陷入了空转的尴尬境地。我跟你讲，什么叫空转？你在大门口设了一个柜台，规定每天每个人出门都要领号码牌，一天发100张，就一天发不完，因为大家都从后门那个没锁的窗户爬出去了。那个时候走私的手法是什么？跟我们第2章讲的一模一样。
在品名上做文章。有一个案例呢，呼和浩特精锐稀土公司在2008到2010年间，以邮寄货样的名义走私中重稀土金属9.7吨，把除氧合金粉，它已经除氢，对不起，讲错，除氢合金粉谎报成电磁负极合金粉，还有钻政策漏洞，中国限制稀土的初级产品出口，但同时鼓励外资在中国境内建设稀土功能材料项目。结果是什么？外资企业在境内做出含超量稀土的深加工品，出口之后在境外再把稀土提取出来，就是现在这个走私模式更费工的方式。这个岳半山说台湾人真厉害，朱大什么都懂，不是，我是做功课，我是看书，我是用 AI， 没有多厉害，好不好？这个看 IIOP、JKL 说缅甸现在一直在控制外汇，很多人都想走私货物，进货官方会要求货物总价15%到20%的茶水费哦，你要小心一点呐，我怕你行李被人家乱塞东西。前阵有个很烂新闻，有没有？就英国有一个人呢，说他要跟他朋友一起来台湾玩，结果他没有临时说不能来，但是拜托他一定要帮忙带一个行李。结果这一个年少无知27岁的英国年轻人进了台湾之后，就被台湾官方扣押啦。台湾好坏哦，我们要募资一起打官司。结果后来呢？后来台湾当然有接到这个消息啊，台湾的海关说啊不是啊，他那个行李里面有14公斤的安非他命。那什么叫不明物资？是吗？谁叫你带行李都不行，好不好？有朋自远方来，非奸即盗，非奸即盗，对嘛？这就是富士电机那2个人被指控的事啊。15年前这个叫政策漏洞，是合法但不合理。15年后就刑事犯罪。2个人正式逮捕，最长可以羁押7个月。同一个手法，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下场。当年的源头在哪里？在江西赣州那些山上，当地私采乱挖稀土矿，不用缴高额的矿产资源税跟增值税，也没有开采量控制，成本非常低。走私商从矿主手上收获的价格也非常低，所以走私出口的利润惊人。不是啦，你说帮朋友带行李，对不对？哪一个智障会说啊？我朋友跟我讲说我有事不能去，我帮他照样把行李带去，你还不用寄的。所以不好意思哦，14公斤那个安非他命大概不用多啦，20年，好不好？20年啊，来。那个，所以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描述跟我们前面讲的克钦邦当年的江西赣州就是现在的克钦邦，因为它就是同一件事情啊，只是15年前发生在江西，现在发生在缅甸。那时候中国的环境成本有多惨？白皮书自己承认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资源价格严重背离价值。就你他妈贱卖这些东西，把我环境都污染了，不划算。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2012年6月20号的发布会上还讲过一个数字：2002年到2005年，中国开采1公斤稀土的环境成本是5.6美金，出口价只有5.5美金。成本5.6，卖5.5，每换1公斤，环境成本亏1毛美金，还把整座山的污染留在自己家里。这段历史的最后一幕在日内瓦，2012年的美国、欧盟、日本联合把中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暗号是 DS431、432、433，告的就是稀土乌木的出口配额。2014年3月26号，专家组的报告出炉。2014年8月7号，上诉机构裁定维持专家组的结论：中国的出口配额不能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第20条基款来正当化。那一款是什么？是与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的例外条款。中国主张我限制出口是为了保护资源跟环境，WTO 说不成立。
2015年1月1日，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2015年5月取消出口关税，改按价征收资源税。同年5月20日，中国在 WTO 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正式通报，说被裁定违规的措施都已经移除。在听直播的各位，故事讲到这里，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一个中国输了的故事，错了。配额制被废掉之后，中国换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打法。我不再管量了，我管证；不再设配额，我改设出口许可；不在关口栏，在源头发牌照。谁能开采，谁能分离，谁能买，谁能卖，卖给谁，用来做什么？干，这是什么？舍不得的他妈干！等一下，我看太多潘甜甜跳这个舞的东西了。配额可以被 WTO 判违规，因为它明确数量限制。许可制不会哦，因为许可制的核心是审批，审批可以慢不违法。这一章结论是我今天最想让各位带走的一个判断。今天执最严厉，法网最密，连塑胶模特都要拆开来检查那个中国，正是15年前被走私掏空的最彻底的那个中国。不是因为他们变坏了，是因为他们最清楚洞在哪里。因为那些洞全部都是从中方自己身上露出去的，真相总是伤人，而这次伤的是一个很多人不想承认的事实。世界上最会堵漏洞的人，通常就是当年漏最惨的那一群人。这个更说每天要看书增加知识，晚上更要看朱大的直播，受益良多。出公务，谢谢你的抖内。来，这个什么月半山，干什么待到秋来9月8，干火花发尽百花杀。来，月半山说什么？哎呀，朱大不用客气的啊，那这个不是，我跟你讲，这不是彩虹屁，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台湾民间科普就厉害，核电也懂，稀土也懂 ，AI 也懂，没有台湾民科不懂。我跟你讲，也不管你是不是讽刺，但我告诉你，这是台湾民间科普人士的悲哀。为什么悲哀？因为台湾要废核电，不跟你讲科学，是他妈林义雄说：“哎呀，我全家被政治谋杀，所以我要站出来抵制核能，全国都要听我的。”情绪勒索。台湾讲疫苗，不跟你讲科学。讲说，哎呀，高端是台湾之光啊，然后我们东西呢，一买500万剂，全世界都想要啊。结果呢，第一天就有人死了，然后全世界没有人买。所以你有我们愿意吗？苯醛比这个鬼东西，全世界民间不需要懂，因为政府自然就拦下来。他妈为什么我们懂？因为政府不拦，政府躺平。那所以啊，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每年中秋的时候办苯醛比体验大会，尽可能的吃，烧的越焦越好，致癌物越多越好。难道能这样子吗？就不是嘛！看，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但是我也告诉你，他妈我们也不是因为什么知识很领先、非常有知识高度而做这种事情，他妈都是被弄的。你不做一个科普，就他妈完蛋，好不好？来，这个，所以知道我们是无奈的。Moon Rabbit 说：“耶，朱大，TK 恢复了，对，刚恢复2天。谢谢走走的抖内，谢谢中山的顺子的抖内，然后谢谢苏生态。”不，我不是替政府操那份不属于你应该操的心，我是替自己操那一份政府本来该操的心。因为政府不尽责，政府跟企业勾结，政府不能让我买到便宜的车、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跟没有毒的油，跟没有问疫苗，所以我他妈知道自己。我礼拜天去网剧的时候，网友说啊，朱大，谢谢你，这个疫情期间呢，你帮我们一直看那个临床实验。我看你有我愿意吗？我读电机系的，为什么我要看？
因为政府都在说谎啊，连我们的中研院院长都在说谎，你要怎么办？柯和峰说预祝本台的各位父亲节快乐。Kenny Chen 说上次斗内中发票200，再次转正，感谢朱大。你看父亲节多可怜，连抖一个20个目标，只剩25分钟，抖不到一半呢。你看多惨！你看，我们先解释一下，刚刚中间进来网友可能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斗内如果达标呢，我们会做一集8月8号父亲节专题，这是人类史上最不值钱的节日，最不被感谢的主角，销售额最低的节日，最没有人注意的一件事情，然后永远都是3件套：除臭袜啦、皮鞋啦，然后刮胡刀。你爸的胡子已经刮到没有办法再刮了，你都没有注意到吗？好，现在有一些呢，就因为爸爸的鼻毛长长了，就在卖鼻毛刀。来，卢丽，谢谢你抖内的郁金香。什么 electric tuk-tuk？ 朱璇这个话题太无聊了，怪自己吧。干，你回去给我反省，你父亲节怎么对你爸的？你好不好意思讲？好，来，我们要进到第6章哦。F16里面的中国磁体。而且说老实话，不知道怎么搞啊，电动鼻毛刀很容易坏。我这辈子已经坏了3个电动鼻毛刀了，那么简单的科技到底有什么好坏的？是自我毁灭，是不是？你看富士山下邱小姐，富士山下邱小姐其实是男生，但是他就这昵称嘛，我直接这样念，那有什么办法？他说我女儿跟我老婆估计不知道我穿几码。小米刚出了一个鼻毛刀，看真的假的？有机会我就要买。来，在听直播的各位，可能一半的人心里已经有一个很舒服的结论成型了：中国好可怕，中国好会玩，西方好可怜。我们今天不会给你带这么简单的结论回家，这个听起来不太开心。为什么？Lips L 说，身为父亲，自己为自己加油。我也觉得大家也只能自己为自己加油啊，不然怎么办？来，好，因为西方的手也不干净，而且脏的非常具体到有起诉书、有被告姓名、有认罪记录。2022年11月9号，美国司法部的一份起诉书解封，被告是3个人和一家公司。Phil Pascal 60岁，印第安纳州 Floyd Knobs 人。Monica Pascal 45岁，同一个地方的人。Scott Hooks 59岁 ，Kentucky Georgetown 人，以及一家叫做 Quadrant Magnetics 的公司，是 Kentucky Louisville 的磁铁商。起诉罪名是什么？电信诈欺、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以及走私货物。他们做2件事。第一件呢，2012年1月到2018年12月，被告们未经美国政府许可，把大约70张含有出口管制技术的设计图呢，发送给一家位于中国的公司。那些设计图是什么？是2家美国公司的财产，内容涉及航空潜舰、雷达、坦克、迫击炮。为什么大陆那边中国大陆念迫击炮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我从小都念迫击炮啊。迫击炮什么？那难道我要讲被强配吗？邪配？奇怪了。好，雷达、坦克、迫击炮、飞弹、红外线热成像瞄准系统以及火控系统。刚刚有大陆网友说，6月不是父亲节吗？为什么我8月还要再过一次？不好意思，台湾父亲节是8月8号，而且这个据说跟抗日有关。但等等，再说，阿卡赛说你难道不知道小米的鼻毛刀349元？我为什么知道？我鼻毛又长到凸出来吗？我只是觉得，为什么鼻毛刀一直会坏？我跟你讲，而且人老到一个程度就会长耳毛。
干这个，你要判断一个人老不老，你要看他有没有长耳毛。对呀、你看对岸网友都念迫击炮啊，就跟那个我们念掐脖子，他们念卡脖子，我每次都要调试一下，因为我讲卡脖子他们会听不懂，那我就要讲卡脖子，好，都这样。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念迫击炮呢？你有别的字在这里是胁迫那个迫，劲迫，这个强迫有念派的吗？大陆的父亲节是6月，是国际父亲节，就是迫切的迫啊。那我听得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念。好，讲完了。今天不是那个中文教学啊，来，所以他卖什么？航空潜舰、雷达、坦克、迫击炮、飞弹、红外线热成像瞄准系统与火控系统。第二个指控更狠 ，Quadrant Magnetics 进口了由一家中国公司熔炼并磁化的稀土磁铁，然后把这家磁铁卖给2家美国公司，那2家公司把磁铁装进零组件里面卖给美国国防部。那装在哪里？F16、F18以及其他国防资产。这违反了美国国防采购法规体系每一条规定，叫 DFARS 特殊金属条款。这一条讲得很清楚，卖给国防部的稀土磁铁必须在美国或者核准国家生产与磁化。中国不是这里面的核准国家哦。在听直播的各位，我把这件事情翻译成白话：一家美国公司一边把美国军火的设计图传给中国，一边把中国做的磁铁卖进美国空军的主力战机里面，而且这样做了6年没有被抓到。2023年12月5日，追加起诉书提出，2024年12月，美国司法部另外起诉了一名中国籍人士 Han Sang， 也就是 Cody Sun。案子最后怎么了呢？2025年2月 ，Costco 跟 Toast 依照认罪协议，就第2次替代起诉书的第一项证明，未经授权向境外实体传输管制技术数据认罪。政府同意撤销其他指控，但保留求处监禁的权利。到我做这一集为止啊，它的最终量刑我没有查到已定验的公开记录，所以我们今天的讲的是以认罪代宣判，不是判了几年。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本章第4个事实纪律。我不能因为前面讲中国讲得很爽，就把美国这边的案子也顺手讲成重判几10年，查到什么讲什么。好，第2个案子呢？第2个案子更精彩，因为他没有被告，他只有一份豁免书。2022年9月呢，五角大厦暂停接受 F-35战斗机，为什么？他们发现 Honeywell 制造的 F-35涡轮机里面有一枚磁铁，用的是中国产的孤山合金，就一枚而已哦，磁铁。这个合金是由第5层供应商提供的，在美国完成磁化。各位，第5层供应商是你的供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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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条链上没有一个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一个人查。然后呢，2022年10月8号，国防部采购主管 William LaPlante 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豁免，因为没办法，我们只好同意了，允许接收含有不合规特殊金属的 LOT-13跟 LOT-14，总共大约126架 F-35。我知道为什么海参崴要念海参崴，因为那个大使啊，就是我们的江疏义大使有跟我讲过，他说因为当地是牵扯到俄罗斯原名，俄语原名是叫忘了。好，那威泽我也念威泽啊，我也念威泽。
但台湾也没有什么人念威慑啊，用的字不一样啊。好吧，就不要深入这个Vladimir 之类的吧。但是当年不叫 Vladimir，干好，下次再问那个江苏义大使。来，国防部后来自圆其说的说法是什么？他说，这能磁铁不传出资讯，不影响飞航安全。Honeywell 已经改用非中国来源，所以新料从11月起开始装机。在听直播的各位呢，我完全理解这个决定。你总不能因为一颗磁铁让126架5代机躺在停机坪上面。但我要各位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本质是什么？当你的供应链深到你自己都查不清楚的时候，你的选项只剩下两个：停产或是豁免。美国选择了豁免，而且不止这一次啊。2026年7月20日啊，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国防承包商取得豁免的规则，让他们更难用买中国关键矿产的豁免。为什么要签这个？因为豁免太好用了，用到必须要立法限制，每一个都说豁免，到最后根本没有管制。顺带一提，山菇磁铁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能耐大约摄氏550度不消磁。女铁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高温环境，譬如说飞机内部、引擎旁边的军用装备上，山菇磁铁不可替代。而在2010年前后，中国企业一度控制了全世界97%的稀土供应啊！所以这张的简单结论是，全球稀土的道德账本上没有一个干净的玩家。中国有克钦邦的进出期，美国有 F35的豁免书跟 Quadrant 的起诉书，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中国知道自己在依赖什么。美国是什么机壳一打开发现靠中国的这个磁铁，中国的有磁铁，真相总是伤人。只是这一次伤的是所有觉得我们这边是好人的人，你的干净只是因为你没有拆开来看，好吗？不要再做梦啊！来，我们再念一下。好，这个 Kenny Chen 说，上次斗内中发票200，再次转正，感谢朱大。哎，我的那个中华电信小通话费，我中了6奖。哎，有没有人知道6奖是什么？我不知道，还没有上去看。坏掉的纪元说，头一个祝各位仔仔同志们变成爸爸。虽然我没女朋友啊，这个年代交女朋友很简单啊，而且我强烈建议你，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麻烦问题的话，去越南。看越南妹子呢，又漂亮又瘦，身材又好，然后又愿意吃苦，又愿意跟你创业，没有什么不好的，简直完美无缺。维尼是说赞助朱大父亲节特辑，我们大家一起来笑父亲节啊！在台湾这一代当爸爸很可怜，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没有在科技业活得很辛苦，要担心小孩就学环境跟补习费，要担心老人就医医药费，房价所得比屡创新高，而且我们是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我们小时候妈台湾是往上起飞的，干现在妈搞了一大堆死去活来，我走到哪里都要踩到青鸟，跟大便一样躲不掉啊！妈不能让我不要踩到青鸟啊！烦死了！什么东西说哎干这里用之语啊？用之语太可怕啦！若愚，你说越南妹容易跑，那是因为你不够好。记不记得马云说过，任何跟你讲要离职的、什么转职，因为生涯安排的，有1000、1万个理由，但终究就是钱给的不够多。不是大陆妹子不香啦，是台湾现在据说有在刁难，所以你就，
好，但等等，我今天是讲稀土走私我们不要讲求偶的问题。希望这个坏掉的纪元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去吃你的喜酒会包多一点，好吧？开心。来，第7章我们要讲为什么是敌跟特。我们讲了6章的政治、法律、地缘、犯罪，我们要花1章讲物理。物理是什么？因为政治可以谈判，法律可以修改，但物理不行。物理是这一集里面唯一不会妥协、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一定听过女铁棚磁铁这个字，英文缩写是 NdFeB， 它是目前人类做出来最强的永久磁铁。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一片指甲大小的女铁棚可以吸住比自己重几百倍的铁块。你们家小朋友玩的那种会夹到手的超强磁铁，就是它。但女铁棚磁铁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怕热。一般排号的女铁棚最高温度在摄氏80度到150度之间，这是它最高工作温度。超过这个温度，它会退磁而且是不可逆的退磁。冷却回来，磁性也回不来了。看，邱小姐强到被女铁棚磁铁把手指夹肿了，不要乱玩永磁铁啦！然后算了，不要乱教。然后再往上呢，如果到了摄氏310度到400度左右，是它的 Curie temperature， 是它的居里温度。到那个点呢，磁性彻底消失。所以如果你的手被夹肿，你可以拿那个喷枪去烧它，烧到400度以上就完全没有磁性了。现在问题来了，电动车的马达跑起来有多热呢？风力发电机的发电机舱夏天有多热呢？战斗机引擎旁边的作动器 actuator 有多热呢？无人机的马达全速爬升的是有多热呢？答案全部是比女铁棚受得了的温度还热。所以要怎么办？加敌呀，加特啊。敌是什么 ？Dysprosium， 特是 terbium， 这2个是重稀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去取代女铁棚晶格里面一部分的女原子形成的敌铁棚相，磁晶各项异化场比女铁棚相强得多。我们用白话讲了，磁铁里面每一个小磁区本来都像一群站得不太稳的人，稍微热一点的开始乱晃乱转。加了敌跟特之后，这群人被盯住了，温度再高，他们还是站在原地。专业术语叫提升角玩力，英文叫做 coercivity。角玩力呢，就是磁铁抵抗被外界磁场或热扰动去磁的能力。所以你看到高温排号的磁铁代号是 HSHUH1H， 一级比一级耐热，但是那些里面全部都含敌。但是呢，我们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加了敌跟特之后，磁铁会变弱，不是变坏，没有，但是它的强磁性会下降，渗磁会降低，最大磁能机会降低。你换到了耐热，代价就是坏掉了一部分的磁力。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不是比喻意义上的，是物理意义上的。那个 China 静安说100度就很烫了，400度就化了。我知道啊，但是那又不是我的手，那他的手啊，所以他要拿喷枪去喷，那他家的事啊。你要更强的磁铁啊，他就怕热；你要它耐热，它就变弱一点。你不能2个都要。烧结女铁棚里面呢，
锂的含量可以高到10%以上，因为锂跟铬太贵，业界才发展出晶界扩散这种技术。只有在晶粒的边界涂上薄薄的一层锂，用最少的量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现在应该懂了，为什么中国2025年4月那份第18号公告管的偏偏就是氙、铯、铬、锂、硫、钪、乙，因为轻稀土全世界都有，重稀土才是咽喉。而重稀土里面呢，锂跟铬是决定这块磁铁能不能上车，能不能上飞机，能不能上战场，能不能上火箭，那2个元素。现在讲产业呢，这里有3个数字，我必须把口径讲清楚，因为他们经常被混在一起用。第一个，开采中国约占全球60%，分离提纯中国控制全球90%以上。永磁制造，中国也占全球90%，3个分母不同，开采讲的是矿，分离讲的是产能，永磁讲的是成品，混用会出事。各位注意中间那个数字，分离提纯占90%以上，这才是真正的咽喉。因为矿不是问题，全世界很多地方有稀土矿，美国有，澳洲有，越南有，巴西有，但是把17种化学物质几乎一样，非常接近，一个一个要分开来提纯到工业等级。这件事需要几百级的萃取塔，需要几十年的工艺累积，需要愿意承受污染的环境政策。矿可以买，产能买不到啊。那西方重建怎么样？记不记得我最早以前做了一集稀土管制，全世界无法抵抗。妈一堆人跟我那边瞎鸡巴讲说没有问题，我大美国这个天下无敌。还有一些人说妈干永远不可能。我跟你讲，2个都不对。我给各位2家西方公司的真实数字。第一家叫做 Lynas， 澳洲公司，工厂在马来西亚。2025年5月 ，Lynas 产出分离的氧化锂，6月产出氧化铬，成为中国以外第一家商业化生产重稀土的公司。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它的马来西亚重稀土分离线名义产能是锂每年240吨，铬每年50吨。执行长 Amanda Lacaze在2026财年的业绩说明会上讲了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说我们今天已经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有原料的话，我们可以生产240吨的锂，如果我们有原料的话。那实际产多少？2026年财年第3季，也就到2026年3月31日为止的那一季 ，Lynas 生产的锂加铬总共是8吨，名义产能290吨，一年实际产8吨。第2家 NP Materials 美国公司创在加州的 Mountain Pass，它的锂铬分离电路名义产能是每年200公吨，这槽电路呢，在2026年第2季开始试车。Lynas 名义产能290吨 ，NP 名义产能200吨，加起来490吨，这还是名义啊，不是实际啊。而全球重稀土的年需求是以万吨计的。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们感觉一下这个量级差距，不是差1点的，是差1个数量级以上。还有一个更冷酷的数字，根据伦敦商品顾问公司 CRU 的推估，到2035年，中国以外的矿山只能满足中国以外的汽车业跟风电业重稀土消费量的29%。好，这个网友说目标活动倒数只剩1分50秒了，目前只有13个人抖内，你看是不是太悲哀了？父亲节的无奈，连网友都不愿意抖内。唉，所以啊，理论上这一章的结论啊，我们这样讲啦，根据伦敦商品顾问公司讲的都很清楚了，就是全力生产都卖给你也 OK 啦。来，2035年呢，还有9年呢，只能达30%。Adamas Intelligence 的董事总经理 Ryan
Kathleen Noakes 对路透讲更直白，重稀土绝对是下一块必须解决的拼图，否则西方磁铁无法规模上量产。这一章的结论，简单说，物理上镝跟锑是不可替代的，没有它们，高温环境下的高效马达做不出来。产业上分离提纯的产能不是钱可以在3年内买到的，它是几十年的工艺加上愿意承受的环境代价。时间上，西方最乐观的预估是2035年达到3成自给。所以那些说西方很快就能摆脱中国稀土的说法，不是在说谎，是在讲一个没有写时间单位的真话。科学终将胜利啊！但科学同时也告诉你，在物理跟产能两座墙面前，政治口号的有限期限最多撑到下一季财报，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来，目标没有达成，好，没关系，我们就再看看啊。嗨呀，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在2个小时之内做完。泰德说，稀土断供，民众。杜卡迪狼、迈阿密亚、西民进动说阿公好坏坏，自由民主台湾狼，就这样。阿群，谢谢你的抖内。顺带一提，这个我们只能卖2周的神木红蛋笔的蜂蜜呢，就在置顶的地方，各位要买赶快买，好不好？所以谢谢大人哥的抖内，谢谢苏生泰的抖内。谢谢各种各样的抖内。好，来，我们一路讲到这里啊。前面7章我们看了中国、日本、泰国、墨西哥、缅甸、美国、澳洲，现在回家啦。我先给各位一个数字啊，2024年台湾进口的稀土磁点95.3%来自中国，稀土金属混合化合物89.1%来自中国，95%哦。在听直播的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可台湾做的是晶片啊，晶片我不太用稀土，关我什么事？来，我们看官方怎么说。2025年10月12号，中国扩大稀土出口管制之后，经济部发了一份新闻稿。经济部说，国内目前半导体所需含稀土的产品或稀土衍生物，以欧美跟日本供应为主，直接影响较低。经济部还说，本次扩大禁令的稀土元素与台湾半导体制程所需的稀土项目并不相同，预估对半导体制程尚无显著影响。各位，这2句话字面上都对，但你他妈那么熟民进党，那么熟我们政府，要不要再仔细想想看？我不是要说经济部说谎，我是要说他漏讲2件事情。第一个，0.1%条款，我们第1章讲过，2025年10月9号，中国引进域外管辖，只要境外生产的产品含中国稀土成分达价值1/1000以上，出口前就要向中国商务部申请许可。那句以欧美跟日本供应为主，在1/1000条款底下发生什么事？台湾厂商多数就是循这个模式取得物项的，不从中国直接进口稀土金属，而是向欧美日进口氧化物、合金及相关制品。而这些欧美日的产品里面含不含中国稀土？含，因为全球9成以上的分离提纯产能在中国。所以我们跟日本买这句话，防的是政治风险，防不了1/1000条款。你的日本供应商一样要去北京排队。我要在这里讲清楚啊，这一条在2025年11月7日被暂停了，暂停到2026年11月10日，所以现在还没有生效。但是各位，2026年11月10日是3个月又7天以后啊，你觉得呢？第2件事情，真的更难处理的问题，单点故障。《纽约时报》有一则报道，我觉得非常关键。这几年，辉达这些半导体厂商啊，陆续改进晶片上的电流调节装置，也就是电容器，用来提升耐热性能。而这些新型的电容器呢，用的是一种叫做超纯镝的材料。当前全球的超纯镝供应完全来自中国无锡的一家精炼厂，就一家而已。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你听懂这件事情的重量了吗？这不是中国占9成的问题啊，9成还有1成可以抢，这是全球只有1家的问题啊。你可以把工厂盖在亚利桑那州，可以把订单下给荷兰，可以把股权卖给美国政府，但那家精炼厂还在无锡。这个超纯镝没有办法做非红产业链，它是全红产业链，好不好？它做全红产业链的。
所以，加州大学全球冲突跟合作研究所的研究员古德里奇说得很直接，他说中国采取这种强硬手段，可能使他得以完全掌控全球人工智慧和现代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比较平衡的说法来自台湾的极邦科技。台湾的极邦科技分析师指出，多数晶片制造商及供应商会谨慎维持生产所需的稀土库存，以减缓新规在短期内带来的直接影响。两边都对，库存能撑短期，撑不了结构。台湾的产业界怎么说？经济部长龚明鑫说，对台湾有一些间接性的影响，但我们还会密切的观察。鸿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说，目前看到的影响是有限，如果持续管制发展的越来越对立的话，我想对各行各业都会产生影响，不光是鸿海。各位，我们解读官方话术就是反向解读。当当局说只有间接性影响的时候，意思说直接影响我们还没查清楚；企业家说短期影响有限的时候，意思说长期没有解放。不是他们在骗你，是他们在用最不会吓到股东的方式讲一句真话。现在讲真正会痛的地方，经济部在同一份新闻稿里面承认了一件事情：山特迪等永磁材料是生产高效马达的关键材料，自2025年4月管制之后，已造成整体市场采购时程延宕与价格上扬，已造成哦，不是可能造成，已造成，而且是2025年4月那一份管制，就是我们说的重稀土从来没有被暂停过那一份。所以台湾真正的危机暴露点在哪里？不在台积电，在做马达、做风机、做无人机、做电动车零组件、做硬碟、做音响、做家电压缩机的那些公司，那些是中小企业，他们没有台积电的库存能力，没有台积电的议价权，也没有台积电的政治分量。最后我要讲一个政策上的空白，我去找了台湾有没有战略矿产的储备制度。经济部说将运用科专计划协助国内业者强化稀土技术开发与回收利用，推动多元采购与国际合作。工研院说，目前针对产业需求最高的铝、以、镝2种元素进行精炼与精炼技术研发，规划2026启动技术移给民间产业。中技社2022年就发布过报告，指出台湾缺乏自产能力，应该规划稀土资源高质化回收，或与生产国建立稳定供应链，以保障稀土储备。这些都是好事，技转回收、都市采矿、多元采购，全部都该做。但各位，我问各位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台湾现在有多少吨稀土的实体战略储备？公开资料没有，实际上多半就没有。也没有在执行，也没有规模。我要诚实的说，当然找不到不等于没有，这种东西可能基于安全理由不公开，但一个连量级都无法对外说明的储备，在政策论述上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95.3%的依赖结构底下，这是国安级的空白。这张结论，台湾谈了很多年的非红供应链，但非红供应链这些4个字在稀土这个题目上，目前只是一句口号。因为你的非红供应商用的也是红色的原料，真相总是伤人。这次的真相是我们谈去中国化谈了6年，稀土磁铁的中国占比是95.3%，这不是去中国化失败，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始。就这样，各位不要说我又在瞎鸡巴讲，真没有，真没有。来，我们接下来要做一集很刺激的，如果明天就断供呢？这个有网友说，台湾没有稀土股票可以买，可以，我也不能告诉你，因为我没有台湾的证券分析师执照，刷我没塞够，不能讲。我们只剩7分钟，可能又不能在指定时间之前讲完了。来，各位，我们来做兵推啦。题目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决定对台湾管制稀土，会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大人哥的抖内，好久不见了。那来，我先讲一句话，这句话是整张的骨架。中国不需要对台湾做任何事情，不需要宣布，他只需要让审批慢下来，而他已经在做。我们先看证据，证据不是推测，是实测。2025年4月，中国对7类中重稀土及相关永磁材料实施出口许可证。管制实施的第1个月，也就是2025年4月，中国永久磁铁的出口量是多少？2626吨。而2025年第1季1到3月累计出口15.267吨，平均每个月大概5089吨，从5089跌到2626，一个月砍掉51%啊！
各位，这个月中国没有宣布禁运任何一个国家，它只是把报备制变成许可制。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海关的网站上，稀土磁铁只列了单一一个产品编码，没有细分不同性能等级的化学组成，结果连低性能用在家电跟消费性电子上磁铁也被一并卡住。有2笔应用于家电跟消费性电子的磁铁出货被海关扣留，即使业者已经提交证明那类磁铁不在管制清单上，还是被困。博士这家公司说，供应商申请出口许可时要提供大量的细节资料，整个流程复杂而且耗时。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现代的禁运长得不是禁运的样子，它长得像行政流程。白小若说超时是不是我没有赚到？对，我本来想要2小时之内结束，但是没办法。来，正式进入兵推，我用3个情境来假设。请大家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啊！妈，我每天做这个做的辛苦了半死，嘴都干了。麻烦多按赞，更多人看到。来，情境 A， 温水不宣布任何事情，煮青蛙只是把审批拉长。这是最可能发生的，而且它已经在发生了。中国的成本是多少？几乎是0，而且完全可以否认 ，deniable。我们没有针对谁呀，我们就是依法逐案审查。你的文件我们正在看。台湾受创的时程呢，不用等，现在进行式啊。2025年4月管制之后，已经造成整体采购时程延宕与价格上扬。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指标，我教各位怎么看。DG Times 在2026年7月的报告，中国的限制政策在2026年1月进一步收紧之后，各国库存枯竭，欧美市场的稀土价格持续上涨，而中国国内的价格稳定不动。各位，这叫双轨价格。同一个材料呢，墙内一个价，墙外一个价，而且差距在拉开。这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一支温度计，你不用听任何官员讲话，你只要看这2条线距离拉开就在收紧，距离缩小就在放松。情境 A 的杀伤力在于它没有开战日，没有一个日期可以让你上新闻，没有一个可以让你去 WTO 告，可以让美国国务院发声明，它就是慢慢的每一批货都晚2周，每一季都贵一点。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的成本结构已经回不去了。情境 B， 点名比照对日本的模式，公告台湾特定实体管制名单。我们第一章讲过，2026年2月跟6月，中国对日本做了2轮管控名单40家，关注名单40家。管控名单直接禁止出口2用物项，关注名单要提高风险评估跟书面承诺。剧本已经写好了，在日本真的演过一次了。如果要对台湾用，最可能影响谁？依照对日模式啊，优先是军工相关、无人机相关、国防研究相关的实体。中国的成本呢？第一，因为是精准打击，不影响他自己在台湾的商业利益，也不至于逼美日全面反应。台湾的受创时程呢？我告诉各位，名单公布日即生效，没有缓冲期。我提醒各位一件事：中国在2026年6月22号已经把MP Materials、TU Drones 等10家美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另外把46家美国公司，包括做无人机跟自主武器 Anduril 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Anduril 还把总部开到台湾来哦。自由时报不停的吹捧 Anduril， 好棒棒，好厉害哦。那所以点名一家外国公司禁止卖稀土给他这件事情不是假设，2026年6月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你看看 Anduril 在没有稀土购买的状况下要怎么生产无人机，看吧，发生过。情境 C 呢，全面对台湾全面断供，这最不可能。但我把理由讲清楚，中国的成本很高，全面断供台湾等于对台湾实施经济宣战，会直接逼美日介入。
也会让所有还在观望的国家立刻启动去中国化的，反而加速了中国失去筹码。而且中国自己也需要台湾的东西，先桌子人桌上也有他的碗。但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能够撑多久？依照现有公开资料推算，业界库存普遍是2到3个月，部分关键耗材是4到6个月，也就是这个实体冲击2到6个月，我们的储存就全部见顶，拜拜喽。好了，情境讲完，现在讲冲击面。这一段是本章最重要也是最反直觉的部分。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觉得一旦启动稀土制裁，会先倒的是谁？你以为是台积电吗？我告诉你不会，不是。我把台湾分成3轨来看，第一轨高科技轨反而撑得住，但不是官方讲那个理由。经济部说半导体所需稀土以欧美日供应为主，直接影响较低，这句话对。因为半导体制成对稀土的直接需求量确实不高，但撑得住的真正理由是台积电有库存、有议价权、有替代供应商、有政治分量。当全世界的晶片都要靠它的时候，它排队会被排到前面，而且它的风险不在原料，在2个地方。第一个设备，艾斯摩尔 AMAT 的机台里面有稀土磁铁跟高精度雷射零件。艾斯摩尔就曾经因为中国的稀土审批面临出货延迟数周。第二，那家无锡的精炼厂超纯迪全球1家。所以高科技轨的结论是撑得住，但撑不住的部分刚好是最尖端的那个部分。第二轨呢，民生跟中间制造轨先打，高效马达、电动车零组件、风力发电机、硬碟、音响、家电压缩机、工业马达。这些公司有什么共通点？他们是中小企业他们产品毛利率不高，他们没有6个月的库存能力，他们没有议价权，他们的名字不会上国际新闻。当磁铁涨价30%，台积电的财报看不出来，但一家做风扇马达的公司可能就直接由赚变赔。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一轨才是台湾就业人口真正在的地方。第3轨。国防轨最痛，无人机。台湾这几年把无人机当成不对称作战的核心，当成国防自主的旗舰产业。而无人机的马达是铝铁硼磁铁密度最高的品项之一，它要轻要小，要出力大，要在全速爬升的时候耐热，这正好就是必须加迪跟特的那种规格。中国在2026年6月已经对美国的 Teal Drones 跟 Anduril 出手过，各位。管制无人机马达的磁铁比管制晶片更直接打到台湾的防卫能力，因为晶片我们自己做得出来，磁铁做不出来哦。那台湾做什么？我讲3件都不浪漫。我跟你讲，前阵有个青鸟牌，他们留言说：“干你们这些为匪宣传，你们这些在讲东讲西，讲的对方很厉害，导致我们民心士气瓦解的人，我最瞧不起你们了。”我说这是事实啊，不然怎么办？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吗？讲到最后，我说你他妈这么会讲，你告诉我你现在当兵了没？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在中华民国陆军1拐8旅首都卫戍旅旅部连第1排当过兵？你如果没有，你他妈回去吃啊！你回去认真看书吧，好不好？那还在那边讲，就只会讲被吓到了哦，害怕了哦，那是我的错吗？不是啊。第一个，台湾应该盘点，要知道自己每年到底用掉多少吨，哪几种用在哪些产业，库存多少，目前公开资料里面没有这一份账。第二个，都市采矿跟回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有人在拆手机里面的永磁铁啊。台湾有大量废硬碟、废伺服器。废工业马达、废报废的风机，工研院已经在做铝跟镝的提炼跟精炼，规划2026年技转。这条路不是要取代中国，是要在断工时多撑几个月。第3，实体储存，不是科专计划，不是研发补助，是真的买进来放在仓库里的那种储备。在听直播的各位，我知道有人会说储备要花钱呢。
废话，我知道要花钱呢、我每年编那么多预算买一堆东西，编一笔钱叫国家最缺的东西买起来放着，这件事情不需要辩论吧？你看，你买了 AIM-120的长程空对空飞弹，放在夏威夷21年才能在台湾本岛试射，这一章的战略结论，台湾看待稀土风险的方式一直是错的。我们一直在问会不会被断供，这是问题是错的。正确的问题是，当审批时间从2周变成8周，变成12周的时候，我们的哪一个产业会先死？答案不是护国神山呐、是那些没有名字的中小企业。中国不需要对台湾宣布任何事情，他只要把你的申请案放在桌上多压2个礼拜。这件事情已经对全世界做过一次了。2025年4月，1个月砍掉51%，太雅是不是？来，我都帮你分析了，我都不知道中华民国政府的国防部、智库跟国安会有没有做这个？他妈，结果是我在做。好，但等等。这个走私业里面呢，总是有人赚钱嘛，对不对？来，我看看，我们先念个懂内。Holy Zen 说辛苦辛苦，夫妻节表孝心，送爸爸健康医疗前列腺指压触诊检查，让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干，你很狠呢、而且你应该是做过的。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做那个全套健检都不说，然后叫我去检查前列腺，我想说，前列腺好检查，之前没检查过，干，叫你趴下，裤子脱下来，直接咻就戳进去了，张口就来啊，干，真的很惨，好不好？不要再搞这个，而且至少，所以我后来我都说没有，不要，可以吗？而且你为什么不能够趁做大肠镜的时候一起做呢？同样都戳进去，你多戳一下嘛。我反正还在麻醉中啊，你还要我硬生生的不接受麻醉，给你这样戳，妈，很恐怖，好不好？气死人！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如果有人问你说要不要做那个前列腺手指检查，千万不要，你就叫他前面用超音波扫一扫就好了。是男的女的都不重要，你他妈就外行，你去被捅一次就知道，妈4只猩猩捅也痛。好来，第10章啊，我们就答应大家，一定要让大家找到赚钱的可能，好不好？赚钱的可能在哪里呢？赚钱的可能在这里，就在我背后的图像上面。那现在讲钱啊，老规矩，先讲清楚游戏规则。台湾个股不能碰，你不要问我。那美股、A 股、港股、境外标的，我可以碰，我可以讲。那我也可以点名，我可以带各位一起质疑，因为没有人可以告我，好不好？来看 A 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情报工作，你要用对手自己的账本读对手的动向，数据可能灌水，但灌水的方向本身就是讯号，所以要特别跟你强调，以下每一只都有题材炒作的成分，我对每一只都抱持质疑。所以我讲的是为什么是它，而不是你该买它。判断权在各位自己手上，你们都是成年人。先看美国那边，第一支 MP Materials 纽约证交所代号 MP， 这是美国唯一一家有规模的稀土矿商，矿在加州 Mountain Pass， 还有磁铁厂。我们第7章讲过它。数据呢是2026年7月31日收盘，股价是41.37美元，当天跌0.7%，市值73.6亿美元，年减31.6%，52周区间呢是37.81到100.25美元。各位看一下，看一下，从100美金掉到41美金呢，基本面怎么样呢？2025年营收2.755亿美金，年增35.12%，但是因为基数很低，那
亏损是8587万美元，比2024年多亏了31.3%。最近4季营收是3.476亿美元，年增60.9%，净亏损7119万，营收在涨，亏损也在涨。谢谢能源法币化斗内。来，分析师怎么看呢？18位分析师平均平等，强力买进，目标价77.78美元，比现价高88%。但是注意这个但是，最近这几周投行在集体下修，因为发现美国根本撑不住，甚至 MP 可能撑不到制裁结束。7月29号，摩根大通把目标价从75砍到60，稍早巴克莱从69砍到65，德意志银行从70砍到61。各位，这很有趣的，平等维持买进，目标价一路往下砍，这个东西要怎么判读？分析师都说买进，每个人都偷偷调降目标价，说意思是说这个故事我还不敢说它错，但我承认我算太美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一件大事，7月29号的揭露显示，美国政府持有 MP 大约4亿美金的股权。在听直播的各位，川普现在学到了，这个叫什么？军民合一呀、一家上市公司，政府是股东，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两面都有。好处是它有国家队当靠山，五角大厦甚至承诺包购它的磁铁产出，还给了 NDPR 每公斤110美金的10年地板价。坏处是，当你的最大客户跟你的股东是同一人的时候，你的营收数字就完全不是市场给你的。第二支 US Rare Earth 纳斯达克代号是 USAR， 这一支才有戏，这一支有戏。2026年7月31号收盘呢，股价14.95美金，当天涨2.05%，市值36.6亿美金，52周区间哦，11.13到43.98美金的，跌掉2/3哦。完念两个数字啊，你听好，最近4季的营收是734万美金，净损4亿4048万美金，亏损是营收的60倍啊。市值是36.6亿美金，大概是年营收的500倍啊！分析师怎么看？8个分析师平均平等都强力买进，目标价是37.5美金，比现价高150.84%。干我他妈笑了！这个数字能看吗？是人看的吗？一家年营收700多万美金，一年亏掉4亿4千万的公司。8位华尔街分析师集体说强力买进，还能再涨1倍半。我不是在说这个东西是假的，是骗局，它真的有在盖。6月3号呢，他跟美国商务部签了确定协议，可以动用最高16亿美金的 CHIPS 就晶片法案资金，包括了2.77亿联邦资金跟13亿的优先担保贷款额度。他7月14号宣布在 Whitridge 厂用回收磁铁料产出了商业级的氧化镝跟氧化铝钋。他在南卡罗来纳要盖12亿美金的磁铁厂。他完成了一笔28亿美元的矿业合并 ，CEO 在7月20日换人 ，Sarah Verde 的 Thras Moratis 10月1日上任，都是真的。但是这是一个故事，他现在卖的不是产品，是中国以外第一名的重稀土供应链。这个叙事的价格目前是实际营收的500倍啊！所以啊，这个质疑是很简单啊，它的估值不是建立在它卖了多少，是建立在别人不能卖。那如果中美关系缓和了呢？接下来这一则新闻哦，第10章的核心，2026年7月27号，路透社刊出一篇分析报告，标题大意是什么？川普可能必须要允许中国矿产，因为美国业界赶不上2027年期限，因为赶不上，矿商跟加工商都没有准备好。简单讲，这就是第7章讲物理嘛，就产不出这么多呀。甚至的时间表是2027年1月，
物理说要10年，政治说我给你18个月，这两个时间表对撞的时候，谁会赢？物理会赢啊！所以路透社的判断是，川普可能得要放行中国矿产，不然就没得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MP 从100块掉到41块，USAR 从44块掉到15块，因为市场已经在计价休兵可能延长这件事啊。这些股票的估值哦，不是建立在他们能生产多少，是建立在中国会断供多久。他们不是矿业，他们是地缘政治的选择权。而中国这边的故事有趣啊，刚 Mars VIP 讲了，我来分析一下。第一支北方稀土，上海证交所代号600111，这是全球最大的轻稀土供应商，总部在内蒙古包头。2025年年报数字是营收是425.6亿人民币，年增29.11%，净利22.5亿人民币，年增124.17%。各位，你对比一下，美国的这些稀土厂商都在亏钱，北方稀土呢，营收就59亿美金，净利22.5亿人民币啊。美国在亏，中方的获利加倍。当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时候，最大的受益者不是美国的替代供应商，是中国自己的稀土公司啊。因为管制会推高墙外的价格，墙内的量还是牢牢握在手上。至于股价，北方稀土在2026年3月2号创下历史新高的63.57人民币，近1年涨幅超过1倍，7位分析师的平均平等叫强力买进，12个月目标价59.52元。可以考虑哦 ，Mars VIP。第二支金利永磁，深圳证交所创业板代号300748，这是女铁棚永磁材料的大厂，它做的就是我们整集在讲那个东西，磁铁。市值是356亿人民币，52周的区间是9.99到30.00元人民币，近1年涨幅约144.6。各位妈，你早1年买就好了嘛！我现在在那边分析个半天，近1年涨1倍半呢。为什么是它？因为在整条产业链上，管制打击的是出口，受益的是在墙内做成成品的那些公司。你不能把磁铁卖出去，但你可以把马达卖出去。你不能出口锂，但你可以出口含锂的商品。第一章嘛，对不对？许多企业，纽约时报报道，许多企业改为直接向中国购买整颗马达来规避管制了。规避管制的钱，最后也是流回中国的磁铁厂。我的质疑是什么？第一个，这一整块板块的涨幅，很大程度是政策红利，不是需求成长哦。政策可以给，也可以收哦。第二，中国国内的稀土价格是稳定不动的，这是行政定价。一家公司要在一个价格被行政力量压住的市场里，获利品质要打问号。第三，如果2026年11月10号之后，中美再度休兵，管制进一步松绑，这个板块题材就少了一半。所以我建议你，如果真的考虑要买，你要在那之前先把获利了结，之后再看看，好不好？最后讲一个所有人都该记住的日期：2026年11月10号，那是中国2025年10月管制措施的暂停期限。在那之前的3个月，全世界的稀土概念股，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会环绕这一天定价。还有2个更近的日期：8月6号，这个星期四 ，MP Materials 公布第2季财报；8月11号 ，USA Rare Earth 公布财报。我今天这样讲了，3天之后你就可以验证对不对了。看什么？看 MP 的营收有多少来自政府，多少来自市场。看 USAR 那个700多万的营收有没有变？简单的结论是，
美国的稀土股卖的是中国会继续封锁的预期，中国的稀土股卖的是封锁真的有效的现实。两边压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只有一边是靠卖东西赚钱的。至于台湾相关公司呢，你自己去查。我给各位一个判断工具，看那家公司的原料从哪里来，比看它的订单从哪里来更能预测它明年的获利。真相总是商人，股市这一段的真相是在这场稀土战争里面赚的最稳的是那个关水龙头的人，赚的最凶的是那些压住水龙头不会打开的人，好吗？简单讲完，赚不赚你自己判断。好，要到结论，妈干累死我！终于讲到最后面，一块磁铁拆了下来就走私，拆不下来就合法。两个日本人5月被抓，30天之后呢，中国商务部把他们手法一字不改写进第26号公告的可举报行为清单。今天你要听的不是中国好可怕这个结论，这结论太便宜，而且你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赚不到。我要给各位是3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规则有缝就一定有人钻。最懂洞在哪里的人，最后变成赌洞的人。中国之前的稀土走私量，2011年的时候正常出口量的120%，他现在学到了，而且亏损污染当年都留在自己家。15年后，它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稀土生产国。中国不是变坏了，他们是把过去学到的、承受的每一个洞之前的位置呢都背下来了。Mars VIP 说赚了，我给朱大懂个大的。我跟你讲，你自己要知道，重点不是赚不赚啊，是什么时候该出场。所以这件事情针对台湾有个非常直接的意义。我们现在很喜欢讲非红供应链、去中国化、讲多元采购，这些都对。但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一个花了15年被走私掏空到必须要发白皮书告诉大家我错了，然后把整套制度重建一遍的对手。他不是天生都会的，他是被打了才学会的。而我们呢，讲个半天，吹，我们的稀土磁铁95.3%来自中国，我们连被打都没有过。第二个判断，物理不会因为政治时间表而加速。Linux 的马来西亚厂生产不出来就是不出来。MP Materials 的迪特电路第2季才开始试车。CRU 的推估呢，就算中国全面支持供应，也提供不了全世界重稀土需求的状况。Mars VIP 说稀土板块跌1个多月都麻了，你等等。不要急嘛！我微软都已经涨到2年以来最高了。所以啊，物理上说10年才做得到，政治说18个月，当然做不到啦。川普到最后会放行中国矿产，如果川普必须放行中国矿产，那个对岸的这些 A 股啊、深圳的股票就会涨。科学终将胜利，但科学胜利的方式通常不是有人欢呼，是有人默默的把目标价从75块砍到60块。第3个判断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一条产业链每一段都有人在付账，只是付账的人通常不是决定的人。克钦邦的污染死掉的那些矿工受到的整个影响。江西呢，15年前红土山的环境成本在那边 ，Kentucky 州呢，一家公司把 F16跟 F18的磁铁换成中国货。大连有2个日本人被抓，台湾呢有一群做马达、做风机、做无人机的中小企业老板，还不知道自己是这条链上压力最先传导到的那一节。在纽约跟上海的交易所里面呢，有人压住这场封锁会继续，有人压住它会结束。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等价交换的真实样貌。它不是一句哲学，它是一本账单，从头到尾就是要给你算这个账。你要的每一台电动车对应一格进出尺，你要的每一度绿电对应一条变色的河，你要的每一架战机
对应一份没人想签的豁免书，而你要的干净供应链呢，对应的是10年的时间和你不愿意付的价格。没有人可以既要又要还要啊，差别在于账单寄到谁家。美股已经回升了，好不好？所以我留3个日期，请各位记住这日期哦。8月6号，这个星期四 ，MT Materials 公布第2季财报，你看看它的钱有多少是政府给的。8月11号 ，USA Rare Earth 公布财报，看那个700多万的营收有没有变，少到可怜。11月10号，中国2025年10月那批管制措施的暂停期限到期，1/1000条款会不会回来，会决定台湾的半导体设备链接下来1整年的日子。你玩台股，你也要小心了。3个月又7天了，我不会跟各位说还有时间，不要紧张。我要说的是，这3个月是我们最后一次可以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把家里有多少存货数清楚的机会啊！政府还不赶快去清点，数不数是政府的事情，帮不上忙。这一局的最后一句话，世界上最贵的法律缝隙啊，是拆得下来跟拆不下来的距离，一颗螺丝的距离，而台湾跟这条供应链距离是95.3%。问题不在于他们什么时候会关水龙头，问题是关那一天我们家里的水缸还剩多少水啊？来，我已经贴出来我的那个狗皮膏药了，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各位多多支持。哦，这谁？这应该是对岸的网友，到底是谁？白小洛吗？什么白？他说超好奇朱大爆那一包像碎纸机里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感觉超级机密，需要2次粉碎，吃了1晚上。这个昨天白小洛有抖内，他说这次兵哥来没有忘记关音乐，没有这个忘记开麦，手感有找回来。说这样说，但我昨天忘了开脸书了。好，微信就这样。好，所以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干现在也看不见，这鳕鱼香丝啦。难道中国大陆没有鳕鱼香丝吗？鳕鱼香丝啊，干无法出现的鳕鱼香丝，没有台湾都有吃啊，你们没吃吗？哎呦，小戴说你越来越像个哲学家了，就不是啊，鳕鱼香丝啊，各位大陆网友不吃鳕鱼香丝吗？台湾常吃哎、欸，对呀、白小洛怎么会不知道？不是，它就是某种再制品，叫鳕鱼香，就鳕鱼香丝啊。同样，外资连续到货3个礼拜是什么讯号？是获利了结，就不是说他觉得以后一定不会赚钱，他要赶快先卖，先拿个现金。OWTS 说补个上课费，不，那不是鳕鱼啦，那个就是它名字叫鳕鱼香丝，它就是加了味道的鱼制品。对，鱼浆条加了面粉，加了鱼浆，还不错。那好，哎，等等，那我要看那个支付宝有没有。好，支付宝有一位这个什么什么泰，他说补看中小抖一下，应该是在补看昨天的内容。然后什么什么雅，这也是新同学，谢谢你的抖内。然后什么什么学说德摩克拉西 democracy 的美丽与哀愁，哎，别说了吧，真是一个无奈的事情。所以各位，对啦，这样讲没错，某种鱼料就是那种废鱼淘汰得了的垃圾食品，下酒不错啊，因为它耐嚼。至于为什么买这么大呢？要问我老婆，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买那么大？而且主要是它放不坏，我一直放着它就不会坏。小时候零食，对了，好，
干做那么久了吗？累死我了！来，各位，今天的内容呢，如果觉得好，讲的也好，写的也好，请按1；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写的好，讲的不好话，请按2；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跟讲都不好话，请按3。看。来，聪颖也踢到最后了，在抖音上面按了一个1。各位有空赶快订阅啦，有空按个赞啦，就零食嘛。啊，新加坡的同类产品是 Cuttlefish， 用墨鱼做的，不会吧 ？Cuttlefish 是墨鱼吗？ Go！RWD7514说，以前我家的狗超爱雌味。我跟你讲，以前我家猫也超爱雌味，但自从它们变老之后，它们就懒得吃这些东西，因为它味道很重。好啦，那各位今天也是开开心心到这边，也干，今天妈观看次数破1万呢，真奇妙了。好啦，没问题哦。那就跟大陆75元1大包，有这么大包吗？这个是超级的重量包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量的。好了，跟各位说拜拜喽，拜拜。煮泡面加几条，干这太不健康了，太不健康。好，拜拜。